今天的话题比较敏感，作为舞蹈老师，我的收入和它也息息相关，所以前后犹豫了3年，现在才把这个内容做出来。相信这些舞蹈动作大家都不陌生，相信穿成这样跳舞也不足为奇，但普遍的就一定代表它是合适的、健康的吗？有不少人宣称这样性感是为了取悦和释放自己，但事实真是这样，还是我们无心的被这个以男性视角为主导的社会过度性化了呢？我在中国和美国从事舞蹈也有30余年了，今天就想站在舞蹈编创的角度，从动作的设计以及舞蹈发源的文化历史背景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其中的争议。希望在视频的最后，姐妹们都可以真正自主地决定要如何用舞蹈来表达自己的魅力。所以跳舞时多性感是太性感，像这种会太性感吗？那这种呢？这其中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明显。要判断一个动作是否性感过度，我们首先得了解这2幅画的区别。左边的画很抽象，乍一看你并不知道它在表达什么；右边的画一目了然，是一个樱桃落入水中的瞬间。舞蹈动作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每个动作都在具体表达什么，就像 Jackson Pollock 的这幅画，但是它们在一起形成一种审美、风格、能量和态度等等。还有一种舞蹈动作可以让观众立即联想到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就像 Lydia 画的樱桃。当编导在舞蹈里选择这种指向性的动作时，一定是为了明确地向观众传达一些特定的信息。所以再次对比这2组动作，大家可以看到区别了吗？像这类动作是可以让我们直接联想到亲密行为的。好几个学生都向我请教过这些动作怎么做才好看，然后他们以为这些是爵士舞里的特定动作。但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它们其实和爵士舞风格并无直接关系了吗？那为什么起初这些动作会被搬到舞蹈里？编导要向观众表达些什么？观众又是谁呢？性感舞蹈可以一直追溯到石器时代，当时的表演目的是为了向生育女神祈求专家的繁殖。后来到了古代希腊和罗马时代以及中世纪，这些裸露并带有性指向的舞蹈多是以激发欲望的目的，作为皇宫贵族的娱乐表演。文艺复兴之后，艳舞变成商品，表演者通过售卖自己的才艺和身体，开始在红磨坊、绅士俱乐部、夜总会这样的场所表演，而消费者多是男性观众。当然，艳舞是艳舞，它和我们今天在舞室里跳舞的目的还是很不一样的，但它和影响我们当今舞蹈课堂的流行文化却有本质上的联系。这还得从爵士舞的发展来说起。爵士舞早期只是美国黑人奴隶在隐蔽的地下场所中互相娱乐的社交舞蹈，以其互动性、强烈的节奏感以及独特的身体分离技术为特色。后来，爵士舞受到美国白人的喜爱，被搬到主流舞台，像经典百老汇音乐剧《西区故事》、《芝加哥》，还有查尔斯顿舞，都是早期爵士舞的商业化和艺术化。也正因为主流舞台的传播，让爵士舞风靡20世纪的美国，流行乐和嘻哈乐的 MV 里也开始出现爵士舞，并发展出街头爵士、商业爵士、性感爵士等新的变种。但是争议也就随之而来了。80年代的 Madonna 和90年代的 Britney Spears 都是流行音乐界的风向标。他们在音乐视频中不仅展示的是艺术天赋，同时还需要搔首弄姿。这可能并不是他们的初衷，但制作公司明确的是在利用他们的才华和性魅力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和消费。进入2000年代，性感表达的浪潮越演越烈，像 Christina Aguilera 的 Dirty、Eric Price 的 Call on Me， 以及现今 Cardi B 和 Nicki Minaj 的作品，都是这股浪潮的巅峰之作。再回看 Madonna， 那都太清纯了。试问，如果这些女艺术家都穿上肥大遮掩的衣服来表演，她们的音乐还能达到如此的流行和成功吗？所以，不管是从艳舞的发展史，还是爵士舞在流行文化中的发展，我们都不难发现，售卖女性是这种舞蹈表达的主要目的。那争议就来了。自从 feminism 的开始，有很多女性把这种大胆的展示身体的行为作为对女性的释放，所以这个是非对错到底要如何判断？站在编舞的角度，我觉得如何用舞蹈来勇敢表达和释放自己，这其中度的把握是非常微妙的。舞蹈是舞台艺术，既然有舞台，就必然会涉及到观众。我不知道别的编导怎么想，如果我要编一个性感的舞蹈，我会问自己，我的观众是谁？我是关起房门对着镜子跳给自己看，跳给我的伴侣看、闺蜜看，还是拍成视频发到网上，让男女老少都可以看到？
如果是后者，我为什么要让这些人看到我欲望的样子？这时不得不提及当下社交媒体造成的一个更深层的社会问题，即青少年女孩模仿成人跳舞，接触到不适合他们年龄的内容，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和心理上都过早成熟。所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我们不仅要考虑到跳给谁看，还要在表演时考虑到我是要展现一个顺从的被物化的女性角色，还是一个散发自信和力量的女性。当我看到 Streamlab 的这段舞时，虽然其动作性感，但是这两个舞者的技术和力量着实让人折服，心生敬畏。看完后，我并没有感觉他们的身体在召唤可得性，相反的是对观众的一种挑衅。所以编舞师如何设计动作，舞者如何通过精湛的技术来掌控表演，是可以决定质的变化的。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舞蹈对我们华人来说是外来文化，原创表现的是一种文化结果，对其创作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而我们学习，多数人只把它当做一个舞蹈风格来学，又有多少人真正想到了其背后的文化和历史？因此，作为编舞和老师，我们是舞蹈的传播人，就更应该对这些有争议的表达进行深度思考，确保我们的艺术既能启发，也能负责任地影响学生和观众。其实我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样才叫性感？是把重点放在臀部、胸部才叫性感吗？我这样动动手指和这样走动可以算性感吗？我觉得一个舞者在投入舞动本身就很性感。希望听到大家对性感不同的定义。Anyway， 整个视频并不是要争个对错，而是希望你在获取这些信息后，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知道哪些舞蹈是你想跳和不想跳的。只要你清楚这一点，那就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魅力吧。